李腾，你的手给我看一下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想太多了，我是看你有没有痛风石啊？痛风啊？痛风不是都在脚有在手的吗？是没？哎，我自己也不确定哎，所以这一集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痛风大小事。是，这个痛风呢是属于关节炎的一种吗？那高危群的人又有哪一些呢？啊，没有受伤，你的痛风患处又红又肿，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嘞？高嘌呤的食物又有哪一些啊？为什么青少年也会得痛风呢？那痛风石又是什么呢？那我还会有中医啊教你下肢的养护操，通通在这一期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哎，马哥，2012年有个研究估计啊，新加坡痛风的患病率大概是4.1%啊。哇，照你这么说，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有4个有痛风，哎，哇，也算蛮多的哦。对，而且多数是男生呐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这样厉害？你好兄弟 Jasper 是跟我讲的喽。他讲的。嗯，好，我们马上请 Jasper 还有潘玲玲。好，欢迎，以及关节炎与风湿病专科医生梁景康医生，有请梁医生，欢迎。来，3位，欢迎，请坐。聊聊这个痛风哈，来。OK，Jasper，哎，你怎么知道多数都是男性我3个朋友啊？ 2个是男的中痛风啊，真的啊？那你本身呢？本身有吗？错，我这样年轻，我哪里可能有痛风？痛风应该都是老人家的病来的嘛。那家人有没有痛风的？就哎，我的奶奶有，哇，严重嘛，会严重了。她就是需要控制她的饮食，还有吃药咯。OK，那玲玲呢？我的是比较复杂，因为我觉得我有，但看医生之后，医生说我没有。没有啊？那就是没有了，医生都讲没有了。可是我一直觉得我有，而且我觉得他一直在跑。哪一个部位？是就乱跑啊！我就有时膝盖啊，那有时我的手指头啊。会不会是关节炎？你把它当作是痛风，哎，我们问一下医生，不一样的东西。对。 OK， 痛风是关节炎的一种吗？是吗？是不是啊？是你说的对，关节炎本来有很多种，但是主要是有两类，一类是退化性的，就是老人家的，好像膝盖退化啊。所以说这种关节呢，你越用你的关节越辛苦，你休息你就会觉得比较好。但是另外一类就是发炎性关节炎，发炎性反而完全不同，你越休息越不好，而且关节会肿起来。会膨胀，会肿，又红色，又很烧，这样就是发炎的关节。哦，那痛风都是从脚的部分开始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的对啊。开始时候呢，通常是脚受影响，尤其是大脚趾 ，OK， 75%都有大脚趾受影响。但是一直不治疗呢，其他关节开始受影响。例如脚踝、膝盖、手指这些都有可能，都会。还有1年发作几次就要看医生？是。 1年2次算严重，算严重。那一次痛的时间多久？早期时候有多数2天到5天左右。早期2天到5天。但是如果一直不治疗，好像过了5年、10年都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多次的，每次发作会越来越长，时间就越来越长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一开始哈，有些有痛风，可能就只有几天就好了。对，就不去理它，哎，不去理它，然后越拖越严重。对。 那这个痛风的痛哦，它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痛呢？对。可是主要的问题是痛风的病人，他血里面有太多尿酸。OK。为什么有尿酸？是因为他的 purine enzyme 坏了。所以它就制造太多这些尿酸所以如果尿酸过了一个浓度6个 milligram per deciliter，那些结晶就跑出来。所以就是这个你讲的 enzyme 叫普林酶啊，它如果说没有办法分解嘌呤啊，就会有这个结晶啊。对啊，但是如果它坏了，那就变成太多这个尿酸的结晶。说个小 demo 说盐也是结晶。说例如这是你尿酸，水是血啊，所以如果你有放一点点，它会完全融化，就是没有分解掉，再没有结晶的，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你的那个浓度很高，结晶太多的话，很多，哎呦，结晶就会跑出来。OK， 所以这个就变成痛风石是吗？对，就是多余的结晶会跑进去你关节，产生关节炎。有时跑进去你的腰子就变成肾结石，有时跑进去皮肤下面就变成痛风石。OK， 可是我们人体都有酵素嘛，你说酵素失灵坏掉是为什么呢？这个跟基因有一些原因了。基因因为每个人的那个普林酶有一点不同，有些是完全正常的，它的功能很好。是。但有些病人他的功能有一点缺乏。
OK， 风险因素有哪一些？风险因素有很多种，通常呢是男性啊，刚才我说男性40岁以上啊，那女性更年期过后也风险会高一点。OK， 但有些风险可以去应付的，就是食物了，刚才所讲的饮食嘌呤过的食物要吃少一点，要注意。那水分不足也是有问题，因为水分不足，你的浓度就高了。是，而且有些药物，好像有些病人他的肾的功能不好，或者有心脏不大好，他就忌水这样，所以那些排尿的药也会引起痛风发作，也是会影响啊，也是水分也是不足。哦，那就是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啊。了解哈，所以饮食还是要小心，要注意了哈。好，想要知道有关呢更多痛风的大小事的话，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。是我们稍后再见。好，今天非常开心呢，可以请到我们的中医师王贵南博士和我们一起讨论。是的，欢迎。欢迎。问一下王医师哦，就是说因为痛风而看中医的病患会多吗？痛风现在来讲是临床的一个常见病啊。其实是现在继我们说的3高之后的第4高，高尿酸，所以是很普遍的。是。那你行医这么多年，有看过最严重的这个痛风吗？有一个病患呢，他其实年纪很轻，大概30多岁，那么他第一次来看的时候，因为痛风发作，疼得很厉害，所以他连站都站不直痛风在中医来讲，古代叫做白虎力竭病，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痛啊，好像风这样来得很快，而且痛的时候呢，非常厉害，就好像老虎、狼在咬你这样。就好像那个照片这些是吧？严重起来会这样子一块一块的哦。是的。他这位病患哦，他因为患中风已经相当多年了，所以呢，你看他身体各地方哈，你看手肘啦，膝关节啦、手指啊、脚踝啊，全部长了大大小小的这些，就是痛风石啊。那这些要怎么消肿？如果当他的尿酸排得干净一点的话，那些小的会消肿，但是大的估计不容易消除的。像这位病患哦，他主要是因为饮食的关系，还是遗传？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肥胖，第一是肥胖，第二他平时也不注重饮食，喜欢吃一些高嘌呤的一些食物啦，像一些比如说动物内脏啊、红肉啊，还有那些贝类啊、食品等等。而且你可以看得出他的很多关节都好像有一点变形。对。这个病例哦，他才年轻30多岁。今天有位朋友来到现场，他更年轻，请他出来好不好？好 ，OK 啊，来欢迎 Matthias 江志恒，来欢迎。Hello， 有没有吓到？天啊，这么年轻！来，请坐。 Hello， 大家。告诉他们你今年贵庚了？我今年19岁。19岁。对，你几岁开始发现自己有痛风了？我之前17岁发现到自己有痛风。是什么情况呢？是我的脚趾会痛，大脚趾。大脚趾。是有一天突然间你觉得大脚趾碰到，对，所以我是没有运动，没有受到伤，可是又开始痛。所以这样我就去看那个全科医生。是。全科医生看到它是红肿起来触感是温暖又软柔的。就是温温的啦，温软热的，有一点热的。对 ，OK。那你看医生跟你讲这个痛风的问题，有没有吓一跳？因为才17岁耶。当然会吓到，因为痛风不在我这个年龄的。对。然后家族也是没有什么历史。你家人没有痛风的历史，对。他也没有家族史。对。然后他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虽然是基因引起的，但是有些基因的问题，它不是遗传性的，它是叫做 mutation， 基因突变基因突变。OK。那后来你有没有去找原因，说为什么这么年轻会有这个问题？我也问那个医生，他跟我说是可能是糟糕的饮食选择。饮食啊，你方便跟我们分享你平时都吃喜欢吃什么？对，我喜欢吃那些红肉啦、刺身、海鲜，也是喜欢喝甜的这些食物。这个一听就要家境不错。对，当然啦，你看一走出来就虎背熊腰了，就很有福气嘛。那你现在目前你有吃药还是怎么样去治疗？因为我的也是还没有那么严重，所以他只是给我那些消炎止痛药所以吃了后就1-2天后就开始消炎就不会那么痛。
可是有时如果没有专心看住自己吃的饮食，就会又发作起来。你目前你说你17岁嘛，现在19，这2年发作几次了？2年只是发作2次而已。哦，那还好。哦，那还好啦。最近的就是上一年的圣诞，因为那时有很多食物吃到很多肉，喝不够水，喝到很多甜的东西，对，所以它会发作起来咯。哦，你那时候发作哈，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？发作的时候整个脚会固定到，我是左脚踏，右脚拖。左脚踏就是左脚在走，右脚拖，踏。对，这样。哇，像좀비这样嘞。对，不是你才10多岁而已，你这样子。他一发作哈，他整个大脚这样肿起来嘞。对啊。那今天你有一个机会来询问我们的有没有问题？中医啊、西医的，有没有什么东西要问他们？有时我在家都对发作一次，疼痛有时会让我感到麻木和分心。因为我在做东西的时候很难专心，对，就痛到你很难 concentrate 这样。你有什么建议来控制它这个疼痛呢？发作的时候应该看医生了，因为如果你好好吃药，像止痛消炎药，或者口曲辛呢，口曲辛是一个专门治疗痛风发作的药物，所以如果你好好的吃1、2天，你就会觉得比较好很多。另外，就刚刚你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水要喝够了，每天大概确保2公升的那个开水，这个有帮助把那个尿酸排干净，是吗？我是可以从那些pharmacy 啊买药吗？你自己买的药通常效力不是很好了，好像止痛消炎药你可以买，但是分量是很少而已，就是一般的嘛，应付一般的啦。而且止痛消炎只是一种治疗，最主要的是如果严重啊，1年发作2次以上，你就要用其他的药物把那个尿酸降低，少过6就不会再发作了。所以还是要看个医生啦，我觉得他还能够给你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向哈。OK， 不要让自己乱服药是不太好。好吧，可以，谢谢，开恩，江志恒，谢谢，祝你早日康复了哈。OK， 好，那当然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放松一下，玩个小游戏好了。好，输家有惩罚哦。OK， 我们玩这个游戏呢，就是嘌呤含量食物的排行榜。OK， 我们看到上面呢有5种不同的这个食物了哈，有豆类、贝类海鲜、动物内脏、含糖饮料以及肉汁肉汤。是的，你看哪一个东西的含量呢是最多的话，就放第1位了。对，最低的就第5位，以此类推。是。来，30秒，准备，计时，开始。你们要记得看答案，不可以偷看的。我从第1开始吧，我从第1都可以。你觉得哪一个是高的，你就放1号，好不好？根据你们的经验啦，是，好不好 ？OK， 应该是这样。时间到，好，各就各位，各就各位。来，我们先看玲玲姐的好不好？是。为什么你把动物内脏呢放这个第1位？我一直以来就觉得动物内脏它什么都不好。内脏，是的，完全没有营养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，可是它很好吃。那你这个饮料你放最低啊？第5，因为我觉得糖可能没有比豆类来的更严重。好 ，Jasper 为什么第1个就豆类？我是个人的经验啊，真的，就是我跟我的朋友、跟我奶奶吃东西的时候，他第1个跟我讲的是我不可以吃豆。OK， 那饮料跟玲玲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是高嘌呤的话，那这个应该是高糖分多一点，然后这个呢应该是高胆固醇。内脏的胆固醇。对 ，OK， 梁医生直接公布优胜者是来潘玲玲。而且我要讲玲玲姐是5题全对，然后 Jasper 你是2题，所以第1名是动物内脏。对，动物内脏是含有最多的嘌呤。那第2名就是这个。本来第2跟第3名是差不多一样。差不多一样。所以这个肉汁肉汤跟贝类海鲜其实嘌呤差不多，但是如果汤比较多、比较稀释，嘌呤会相对少一点，对吗？但是肉跟豆腐是最多的嘌呤。OK， 好，再来呢？豆类也是，但是豆类每次你吃的分量不多，所以没有这么严。可是豆类你会喝什么豆奶什么这样？豆奶没有比豆腐或者倒瓜这些还多了，豆干豆干是比较多。最后这个是不是陷阱？是对，这个是最少最少糖分高而已。糖分高。香菇，它是不是属于高嘌呤？对啊，香菇也是植物性的嘌呤的食物。
香菇也会哦。也会。那有哪一些食物是我们尽量不吃就不吃，就可以避免？除了在这边，做第一类的东西，好像内脏，鹅肉，那个带子沙丁鱼呢？沙丁鱼通常你的肠胃也会吃掉的。对，是。所以只要鱼类哈有内脏的有内脏都不要吃，内脏都不要吃。哦，那芦笋 OK 吗？芦笋是第二组，没有这么高，但是好像豆类、芦笋、香菇这些是同类的。那是不是对于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，每个人的食物哦也是不太一样？也说的对，有些病人他发作的食物不同的，所以你还是要看个人啦。所以我的排行榜是根据我奶奶的啦。好，那我们都知道什么该吃，什么要少吃。是。那当然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是怎么样治疗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来聊聊。OK，好。尿酸的这个药是要吃长期的吗？运动过多就会引起尿酸发作。百合车前茶能够帮助排除尿酸，清淡利尿。那我们刚才也听说了，就是说可以用药物，没错。那药物有分类吗？对啊，有分类。痛风发作的时候，我们用止痛消炎药，是跟一个特别的药物叫做枸杞辛秋水仙素。哦，这个名称哇，哎，这个听起来像中药多过西药哎。OK， 但是呢，你用这些药物，它只是治疗症状而已。所以治标就是，如果一个病人他1年发作2次，就是算严重 over 了，就要用另外的药物把那个尿酸降低，要治本。那这个降尿酸的这个药是要吃长期的吗？要吃多久？那如果病人的尿酸的数目是很高，那就是长期的。那如果说你都吃药，然后控制了，然后比如说呢，你都没有复发对，那你之后是不是能够，比如说了哈，靠运动啊来改善身体体质啊？预防做运动。但是很可惜，运动对尿酸来讲没有什么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反正如果你运动过多，就会引起尿酸发作。因为你运动过多，你流汗太多，对，你水分就缺乏。是。水分缺乏，你就会那个尿酸就会发作。哇，这个是唯一第一次听到这个病是靠运动是帮不到忙的，帮不到呀。反正运动过多是不好的，就危险。OK。那中医呢？中医在治疗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疗法？疗法。在中医来讲，一般上治疗的一个总的原则，我们叫做清热利湿活血通络。其实尿酸来讲，它就是一种新陈代谢的一个病理产物啦。中医叫做浊毒浊瘀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如果疼痛厉害，那我们就用泻浊，那么止痛。那如果疼痛不厉害，那么我们就用去浊活络的方法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尿酸排干净了，其实肿痛、关节的肿痛啊、疼痛啊就不会那么明显哦。其实听我们2位这样说，最大的原则还是把那个尿酸给排掉。对。那中医有什么样的食疗法？是的，我们有一道茶饮，等一下给大家介绍，它可以稍微辅助把那个尿酸排出。哦，太好了，我们来喝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百合车前茶呢，我们用百合是车前子 ，OK， 这2个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排除尿酸。百合呢含有那个秋水仙碱的那个物质，它能够比如说镇痛消炎。是。当然我们的这道茶饮基本上只是一个起到辅助的作用啦。这个茶饮是用泡的，还是用煮？需要煮的，就是说大火煮滚，小火再煮大概20分钟就可以了。这味道有点甘甜味，淡淡的、微微的，是百合的关系吗？是百合的关系。哦，清幽哦，基本上都是很清淡。对。中医说清淡能够利尿。清淡利尿是。OK， 那医师这个是茶饮嘛？那如果说是治疗什么中药可以服用吗？通常会用到一些常用的一些中材药。是。中药材包括这3种。我们先介绍这个土茯苓。对。它有解毒、除湿、通利关节的作用。OK。那么这个叫做辟泻，辟泻能够祛风，能够除湿。然后这个叫威灵仙，它能够祛风除湿，另外呢，它能够止痛，能够通络。重点还是要看中医师，由中医师帮你做一个调整。对的，对症下药。对症下药 ，OK。那针灸呢？针灸有帮助吗？针灸能够
改善那个局部的血液循环，那么能够缓解疼痛，能够消肿。OK，好，那有什么保健操可以就是减缓这个活血这样子啊？是因为这个痛风通常它好发在下肢，而且会造成我们下肢骨头的一种永久性的损坏啊，对，或者是变成残疾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可以介绍给大家一道叫做下肢的养护操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OK。这个下肢养护操呢，一共有3个动作 ，OK， 都可以坐着做。好，就是平坐，然后呢，把右腿呢的小腿慢慢往前拿起来，把它拉平，大概5秒到10秒，然后慢慢放回去。蛮酸的哦。是，这个主要是锻炼我们大腿的肌肉，叫做股四头肌。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这个大腿肌肉，还有让这个关节更加稳定。好，那第二个动作呢，叫做推叉大腿。推叉大腿就是说，我们把手放在大腿的根部，然后按住往前这样推。就是一直往前对，这样推叉，我们叫做舒筋通络啦。就是舒缓大腿的肌肉，增强这边的血液循环。所以这个动作呢，你可以比如说一边做，或者2边同时做都可以的。第3个动作就是我们叫做指推小腿。我们把这个手指呢4指关闭，把拇指张开，拇指放在这个小腿的外面。好 ，OK，4只手指呢放在小腿的后面，是，然后呢往下上下的这样摩擦的上下 ，OK， 这个功效又是什么？因为我们中医说这个小腿啊是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经过的一个路线，它有帮助促使那个尿酸排泄的作用。利尿能够排尿酸的作用，排尿酸是哇。那么对于一些没有痛风的人，不过下腿有时候活动不是很利索的人，这些动作也是有帮助的。好了，在这里真的是要谢谢我们的中医师教我们这个保健操，谢谢。哎，说到这个痛风啊，有些时候真的是要痛到你会发疯。没错，那当然这个痛风跟饮食是息息相关哈，不要餐餐大鱼大肉，偶尔粗茶淡饭才是养生之道啊。没错，那么今天真的是要谢谢我们的梁医生还有王医师，谢谢2位你们，还有2位艺人朋友，谢谢。好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下星期见，拜拜。